风水学是中国人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藏之一。近百年来，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都有很多学者对这门学问进行了专题研究的应用。中国当代的有关学者也对风水学进行了大量的探研，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从现代科学来看，风水学是同地球物理学、地球磁场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建筑学、气象学、宇宙星体学和人体生命学等科学融合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古代先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居住地的安全和舒适，学会了观察山川江河的态势和树木土石的变化，以及风雨的转换，以确定最佳的地点和方位定居。山川江河、土石、树木、风雨气象都是自然物质，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受到种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在风水学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自然界超微粒子和磁场对人体会产生明显的正负影响，并且认为在自然界中，任何物质都会产生作用于人体的超微粒子和磁场。这些能量也可以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也可以随着自身的常态信息的改变而改变。这些物质能量信息可以使身体健康长寿、心情愉快、思维敏捷等，也可以使人们思维迟钝、精神恍惚，甚至使人们多病短寿等。因此，要想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身体更健康，就应该遵循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风水四大原则。住在小河边，要了解这条河水的流向、宽窄和深浅，每年水位的涨落，这叫了解自然。也要会利用这条河水去灌溉、航运等，这叫利用自然。这条河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不能为了某些局部利益而将它改道或填堵。有关顺着河岸而居，因势利导，这就叫做顺应自然。当然还有山势、道路、海岸、大型建筑等等。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生存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陵墓、寺庙、村庄、城市规划建设等等。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活人的居住生活的房屋环境为阳宅。风水对于阳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居址的选择，即选择能在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
产生良好信息的地形条件。对居住处所的布置和处理，包括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房屋的朝向、位置、高低、大小、出入通道、供水排水等方面的定位与调整。风水学的应用与发展与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经理论体系的发展是取材于长期的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又是其大无处，其小无内的包罗万象。各类事物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应的规则。风水理论也是以自然事物为基础的。八卦代表的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对泽等自然物，正是风水学必须应用的要素。易经的时空、位象、数理等辩证方法同风水理论基本一致，许多法则本身就是易经的发展。风水学由观形到理气，各种形理与易经理论相符，显示出同易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风水学的产生是人们希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手段，本来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但是古代由于缺乏现代地质学、磁场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和人体生理学知识，人们只能根据当时的知识水平来认识环境，解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于是阴阳五行、易经、八卦等古代解释宇宙自然的观念，就成了风水学的主要理论根据。为了迎合人们普遍存在的避凶趋吉的心态，有的风水师编造了一些庞杂而神秘的谎言，笼罩在它的上面，使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东西，变成了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东西。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疑惑。